快死！大娘子真会开玩笑，是不是把我那根儿藏起来了？这是笑话，你那根有什么好？哪？在这儿呢。这部邵氏经典于1974年在香港上映，其改编自《水浒传》里的一段经典故事。话说北宋末年，在郓城县的街道上，妇人正在顶窗帘，就在顶最后一个窗帘的时候，木棍突然掉落，砸到了西门庆的脑袋。西门庆刚要发飙，看是一个漂亮的小娘仔，顿时变了脸色。潘金莲见自己砸到了人，急忙下来道歉。望官人海涵，人有失手，马有漏皮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这一幕恰好被一旁茶馆的王婆看在眼里。王婆知道西门庆是个大财主，并且和曹操有相同的爱好，于是就出来主动跟西门庆打了一个招呼，混个脸熟。自从见过潘金莲后，西门庆就对她念念不忘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把卖梨子的阿龙拉到一旁，开始询问潘金莲的情况。您连他您都不认识，您记不记得景阳冈的老虎？老虎跟他有什么关系？老虎跟他当然没关系，他是打老虎的跟他有关系。你说打虎英雄武二郎，对，武松武二郎。武二郎的老婆，武二郎的嫂子，卖炊饼三寸丁黄少皮，武大郎的老婆。对了，一听是老实人武大郎的老婆，西门庆顿时起了歪心思。西门庆再次回到王婆的茶馆，看到牌子上写着说媒，他就有了主意。哟，一碗梅汤干嘛要这么多钱？不是梅汤钱，是煤钱。煤？啊，我们这儿是烧柴火。不是那个煤，是做煤的煤。眼看潘金莲从远处走来，王婆灵机一动，就想到了另类说媒的方法。她找到潘金莲，表示自己想要找个裁缝做一套手艺。潘金莲一听想要赚点钱贴补家用，就把活接了下来。就这样，潘金莲来到王婆的茶馆开始干活。王婆也对她的手艺赞不绝口。大老爷可真有福气呀，娶了你这么个好媳妇儿。岸上一把剪子是大材小脚，厨下一把铲子是奸丑膨胀，床头一张脸是千娇百媚，床尾一双脚是瘦小弯肩，中间的宝贝是紧暖香浅。怎么样，大老爷，还行吧？看到潘金莲落泪，王婆就有了10成的把握，于是就把自己跟隔壁老应的事情说出来，引导潘金莲。眼看潘金莲没有抵触，随后西门庆便出现在了这里。他与潘金莲四目相对，两人顿时一见钟情。王婆见状，立刻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酒席替两人说媒。眼看时机差不多了，王婆就给两人创造了独处的机会。西门庆很快就心领神会，因为他平时最喜欢的就是3寸金莲。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卖梨的阿龙恰好见到西门庆和潘金莲前后脚从王婆的房间走出，再看潘金莲两腿发软，阿龙就明白了一切。于是阿龙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武大郎。武大郎气急败坏，就要去找西门庆。阿龙急忙拉住他，因为10个武大郎绑一起也打不过西门庆。紧接着阿龙就给他出了个好主意，先沉住了气，今儿回家千万别动声色，明儿个等他们俩一块上楼，你躲在街边，我先缠住这个老梆子，看我把篮子往街上那么一扔，你再上楼。转眼间来到第2天，武大郎出门以后，潘金莲果然迫不及待地来到王婆家里与西门庆私会。两人立刻按照昨晚的计划，阿龙跑出来拖住王婆，武大郎拿起菜刀冲上楼捉奸。奈何武大郎是个战五仗，被西门庆一脚就给踢飞。阿龙见走下来的是西门庆，就知道大事不妙，于是就要挟要把这件事告诉武松。西门庆一不做二不休，直接派人将阿龙灭口。另一边，武大郎已经是进气少出气多，快要不行了，而潘金莲也开始肆无忌惮地折磨他。我老费，我兄弟可不我的，等他回来，把你们这对狗男女还有王婆全宰了。潘金莲十分害怕武松回来报复，于是就找到西门庆和王婆商量对策。王婆立刻出了个好主意，一不做二不休，单倒葫芦撒了油，咱们给他来一个先下手为强，送他老人家归天，然后把灵位一烧，紧跟着一顶花轿把大娘子抬过去。爹死娘家人个人顾个人，等52回来给他来一个死无对证。商量好对策以后，西门庆就到药店里抓了2斤砒霜。王婆把砒霜熬好以后就递给了潘金莲，随后潘金莲便来到武大郎窗前，骗他喝下了砒霜。解决完武大郎以后，西门庆就张灯结彩地将潘金莲娶回了家。此时的西门庆已经娶了4个妻妾，前3个太太都对潘金莲没有敌意，
即使心里不痛快，也假意接纳了这个老五。可是刚进门不久的四姨太孙雪娥却当场给他脸色看。在当晚的喜宴上，西门庆的好友花子虚酒后开始闹洞房，一旁的宾客调侃道：“二哥他是虚有其表，色劲还挺大。”就在此时，花子虚的妻子李萍也来到了这里。花子虚在夸赞潘金莲的3寸金莲时，也不忘称赞自己的妻子：“你的脚也不错啊，2寸9分9。”西门庆一听，顿时就来了兴趣，与李萍眉来眼去。次日一早，四姨太孙雪娥就开始在厨房嚼舌根，恰好被潘金莲听到。武大郎的老婆，独丈夫做炊饼，天下第一。哟，说我独老公天下第一呀？你可以叫汉子别娶我呀，省得扒了你的地。再说，春梅也不是我的丫头，你气不过叫她服侍大娘去好了，省得你跟着生气，把我扯了你头。来。就在潘金莲和他吵架时，西门庆恰好回来。你没骂我独老公天下第一呀？哎，怎么说错了你了？放肆！听到四姨太的话后，西门庆大惊失色，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。幸亏西门庆的正妻吴月娘听到声音过来拉架，不然四姨太就会被他活活打死。转眼间来到西门庆30大寿这一天，四姨太告诉大姨太，昨晚发现潘金莲趁西门庆不在家的机会与下人私通。大姨太一听大惊失色，表示自己管不了这件事，于是四姨太又到西门庆面前告状。西门庆一听就火冒三丈，立刻让家丁把下人抓过来审问。把他的衣服给我扒了，完死了！看到下人身上的香囊后，西门庆更加确信了四姨太的话，于是找到潘金莲兴师问罪。可他抽完一顿皮鞭后，又感觉哪里不对劲，于是叫来丫鬟询问：“是不是跟秦平有路？”打也打了，骂也骂了，你说有路，谁敢能说没有啊？照你说没有，谁说有了？哼，你呀，还不是中了人家的借刀杀人计。此时他才知道自己冤枉了潘金莲。到了晚上，花子虚邀请西门庆等几个好友来家里做客。李萍眼看他们喝的差不多了，就给西门庆使了个眼色。西门庆立刻找了个借口离开了酒桌。见面以后，李萍就把他的计划告诉了西门庆：少喝酒，早点回去。待会儿我会打发他们到院里去喝酒，然后我叫迎春把梯子准备好啊。好，我在墙那边等着。很快酒席结束后，西门庆就翻墙进来与李萍私会。在私会的时候，西门庆发现了李萍房间的宝箱，于是西门庆就把这件事告诉了花家兄弟，他们很快就上门要求分家产。到了晚上，西门庆在和李萍私会的时候问起了这件事，李萍已经对西门庆放下戒心，就说出了实情。老太监临终之时，看他们兄弟们都不成才，所以把珠宝和银两都交给我保管。一听真的有这批财宝，于是西门庆就提出，为了避免官司，就先抬到自己家里保管。他也顺便上下打点，早点救出花子虚。其实这全是西门庆的阴谋，一方面串通花子由、花子光、花子华出面和花子虚争财产，一方面又假仁假义的帮着打点官司。因为他早听说花子虚的叔父花太监死后留下了4箱内府的珠宝，因为几个侄子不成才，交给侄媳妇李萍儿保管。结果官府批断，花家住宅、田庄估价变卖，平均分给花子由等人。西门庆把李萍儿寄放的银子拿出来540两，买下了他的房子。花子虚打了一场官司出来，不久就在气闷中害了伤寒死了。李萍儿满以为花子虚死后可以嫁给西门庆，谁知道西门庆厌旧喜新，又在院中把花子虚的旧相好吴颖儿包占起来，早把李萍儿忘在脑后。就这样，李萍日夜思念西门庆，最终思念成疾。经过这里的游方郎中蒋竹山得知后，趁虚而入，没用几天功夫就人财两得，并且把他的宅子改成了驿馆。可是好景不长，西门庆的手下李大和李二上门挑事，并且设计蒋竹山让他在假欠条上印上了脚印，送到官府后更是将他屈打成招。为了封住李萍的嘴，不让他说出他侵吞花家珠宝的事情，西门庆就把李萍娶进了门。可就在洞房花烛这一晚，西门庆都没来看他一眼，李萍心灰意冷，就要上吊。这招果然惊动了西门庆，西门庆十分愤怒：你这是干什么？他拿我当什么人？跑到我家里要死活的！嫁回来就算了嘛，今天是他好日子，你不到他房里，本来就是你不对。让你管！他来到李萍的房间后，就想用手里的皮鞭跟他讲道理。李萍趁机扑倒，开始对其倾诉：我一心一意的想嫁给你，我要的是你的情谊，钱财又算得了什么？
西门庆被他感动原谅了他。转眼间7个月过去，丽萍居然给西门庆生下了一个大胖儿子，西门庆开心不已，而潘金莲被气得在背后说起了闲话。我们不到7个月就生个儿子，谁知道是不是西门庆的？我看呐，8成是蒋竹山的。别胡说了，叫他爹听见了又惹嫌弃了。哼，我才不在乎呢。哎，算算日子，是死鬼花子虚的也不一定哎。果然，李萍的报应很快就来了。晚上一阵阴风吹过，她的亡夫花子虚居然出现在她的面前。李萍再仔细看去，原来是奶妈。奶妈告诉了她一个坏消息：半哥怎么了？他从床上摔下来，怎么样？他站起来。很快，李萍的哭声就吸引来了西门庆。西门庆得知自己的儿子没了，直接气晕了过去。而毫不知情的潘金莲偷偷来到了西门庆的房间。他先是尝试叫醒西门庆，结果西门庆没有醒，于是就把西门庆常吃的10全大补丸全部给他灌了下去。潘金莲并不知道郎中曾经叮嘱过，一共是100粒，不过不能多用，多1粒伤身，多2粒丧身。就这样，西门庆很快就面目狰狞地醒了过来。潘金莲立刻联想到了被他毒死的武大郎，一时紧张之下就用枕头活活地憋死了西门庆。这也应了潘金莲刚进门时四姨太说的话：武大郎的老婆和无丈夫做炊饼，天下第一。这部影片主打的就是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唯一可惜的是没有看到武松怒斩潘金莲的精彩剧情。到这里影片也就结束了。我是小 K，我们下期见。